上一个测试我们测试了整个集群的一个策略管控。那如果是我们想对每一个集群里的 namespace 或者是一个项目进行一个策略管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在不同的 namespace 力度去发布策略。同时结合一个权限管控的话，我们还可以将这样的一个权限委派给一个项目的管理人员，那么由项目管理人员独自去维护他本项目下的相关的容器出向访问的策略。那这样的话可以增加非常大的一个灵活性。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做3个测试，一个是在一个 namespace 下去做一个基础的策略发布，然后我们去新增一个发布，然后我们再在一个新的 namespace 下去做一个新的发布，那以去测试我们在不同的 namespace 下的一个效果。好，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会先在 namespace 的600这样一个 namespace 当中去发布一个策略，这个策略的目的是容许 namespace 600去访问百度这个网站。然后呢我们先做这样一个测试。那么在测试之前，我们先去看一下在 namespace 600下能不能访问这个百度。我们看一下 百度.com。那你会看到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访问不了的左下窗现在当前的这个窗口是 namespace 600的容器，访问不了。那我们来发布一下上面的策略。我们先把 service 发布出去，然后我们去创建上面的规则。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对外的服务和策略就发布成功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去看一下 F5 上的配置吧，首先确认一下是不是配置产生的。那么这有一个 rule list， 大家看在这之前是没有关于百度的相关的策略的，我们去刷新一下。那么它产生了一条新的，你可以看到在 namespace 600下产生了一个关于百度的这样的一个策略，这就是我们刚才产生的那个策略的名称。好，我们来去测试一下。我们还用刚才的命令，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已经能够访问通这个百度了，NS 600的这个 namespace。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NS 700下能不能访问，我们同样的方法。只是这个时候访问不了的，因为我们刚才的策略只下发给了 NS 600，那我们这个容器实际上是在 NS 700下的。OK， 这说明呢我们这个策略的是生效的。那么我们在刚才的基础上，我们多发布一个策略，我们增加一个策略，看策略是不是能够访问进去。我们看一下这个策略是什么。那我们下面要增加的这个策略是访问Nginx 的一个 API 的，访问 Nginx 一个 API 的。那然后这个是它的地址，然后访问它的80端口非常的直接。我们可以同样的创建这样的策略。那注意看，它还是在 NS 600下这个时候我们主要看新增的一个策略的效果。那这个时候对了，我们在测试之前，我们还是看一下能不能访问这个 Nginx API 的这个网站吧。那这个网站的地址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已经用了上面的地址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实际上是 Nginx 的一个 demo 的网站 ，Nginx.com。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上面的地址我们任意用一个地址。那这个时候是访问不了的，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地址再试一下。那这2个地址都访问不了都无法访问。好，那我们把上面的策略产生下发下去。首先我们就下发 NS 600下的 service，OK， 然后我们再去创建600下的 rule。那这样的话，我们的 NS 600就是关于 Nginx API 的下的这个规则就下发成功了。那我们就访问一下刚才的这2个地址是不是能够通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已经通了。我们在2个地址都试一下，那2个地址都是 OK 的，那说明新增的这个策略也生效了。那我们看一下 F5 上新增的策略在哪里。那你可以看到新增的策略的规则是放在这个
这个 root 底下我们看到它产生了一个新的 NES API 的。那这个地方只是组织的 rule， 实际上在 F5 上面这些 rule 是归纳在一个 policy 下去的啊，没有这么零散。实际上当我们去进入到一个这个 NS 的 policy 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些规则的啊，这样看起来就非常的清晰了，对吧？那么在当前的 NS 600下，我们有2条的规则，一条是容许百度的，一条是容许 NES API 的。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3个实验。第3个实验我们会在刚才的基础之上，在一个新的 namespace 里面去发布一个规则。那么我们刚才所做的操作全部是在 NS 600下，那我们 NS 700下的是没有规则的，所以这个时候没有放通的规则，所以 NS 700下实际上是访问不了这些刚才我们放通的网址的。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是 NS 600能不能访问的，我们放到 NS 700下看能不能访问。那 NS 700下你看是访问不了的。那好，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去 NS 700下去做这样一个事情。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当前集群的 namespace 的情况。那我们刚才是在 NS 600里面做的规则，那现在我们要去 NS 700下去做规则。OK， 那我们切换到相应的目录。好，这个规则下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样的规则。那么我们会在 NS 700下去放通到达一个RP 地址的通讯。这个 RP 地址实际上是工商银行的 Open API 的一个网址的地址。那么一会儿我们会去测试一下，那么放通到这样一个地址。我们先把这个规则创建进去。NS 700的，好，再去创建一下规则。那这样的话，我们的700的服务和规则就创建通了。然后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F5 的地址上面有没有。那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上面再去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时候是 NS 的 policy。那么我们进去看一眼，那实际上你这个时候看到 NS 700的策略已经下发下来了。那这就说明 NS 700其实这个规则应该生效了。所以理论上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访问工行的这个地址是应该能够通讯的。我们去试一下。工行的这是一个他们的 Open API 的网站。好，然后我们用刚才使用的这个地址。是能够通的，对吧？它是30岸。那实际上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次的测试的时候，我们放通的一个地址是一个域名，大家注意到没有？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大家看我们在第一次放通 NS 600里面放通百度的时候，我们用的是域名。那后面2次测试我们用的是 RP，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不管你是用域名方式还是用 RP 方式，是都可以去设置策略的。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做百度策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多做了一个配置。那这里面有一个叫动态这个带宽控制，也就是限速的这样的一个控制。那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规则里面就意味着我们会为百度访问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动态的规则。这个规则会为每一个不同的这个用户的这种访问去动态的设置一个2兆的一个限速。那实际上在 F5 上面会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配置，我们去看一下。百度这里面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点进去看一下 ，sorry， 跑到这里面去，百度的 ，OK， 进去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实际上它是产生了一个规则的，这个规则在这里，在这里一个规则，这个规则会动态的引用一个 RRoot 的控制去实现这样一个动态的限速。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限速的控制，它可以针对不同的 session 进行控制。好，那这就是我们关于不同的 namespace 下一个策略的这种管控的控制。这样的话，我们的用户就可以在不同的 namespace 或者是不同的项目组，由不同的人来进行一个策略的系列的管控，而且不同的 namespace 之间是相互并不干扰的。OK， 谢谢大家。